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小智这20多年里，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了。虽然至今还没有成为冠军，但应该也算是小有名气了。毕竟在这么多联盟比赛中，都能打进前几名，而且还担任过多次圣火跑者，所以只要看过电视的观众，肯定对小智是有印象的。那么今天卡皮就来盘点一下小智这一生中最辉煌的5场战斗吧。注意那些什么钓鱼大赛、捕虫大会、越野大赛，还有一些什么小型的比赛的冠军，这里就不考虑了哈。第一场，小智获得橘子联盟冠军。虽然说橘子联盟并非正式的冠军联盟，但小智能成功打败勇次，成为进入殿堂的训练家，也是对他实力的一种认可。简单的来说一下当时的情景，小智当时像开挂一样，接二连三的打败了勇次的数只神奇宝贝，让全场观众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最后勇次的王牌快龙登场，以1敌3，一度有全灭小智神奇宝贝的趋势。当时的快龙也实在是 bug， 竟然能同时使出10多种类型的绝招。小智的神奇宝贝不断的消耗快龙的体力，最后由咱们的皮神来补刀，直接跳到快龙身上，使出打雷绝招，最后才险胜。第二场，成都联盟打败小茂。小茂可以说是小智的第一个劲敌了，他们俩从小斗到大，曾经为了一个精灵球，双方斗了好半天。在石英大会上，虽然小茂先被淘汰，但并不代表那个时候小茂打不赢小智，毕竟那个时候打败小茂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在成都联盟中，这宿命的2人终于对上了，这场战斗也相当精彩。最后的对决就是由喷火龙对战小茂的水箭龟了。这场战斗小智也只能说是险胜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小茂输掉这场比赛后，就跑去当神奇宝贝研究者去了。那么如果这场比赛是小茂赢的话，他还会去当神奇宝贝研究者吗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啊！你们觉得呢？第3场，称霸对战开拓区，小智能打赢神代，可以说用了不少主角光环呢。在这场对战中，小智输出全靠吼，虽然原话不是这样的，但是大概表示的意思都是：喷火龙你一定可以的，妙蛙种子你一定可以的，杰灵龟你一定可以的，皮卡丘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最终小智才艰难的打赢了神代。第4场，小智在神奥联盟中打败真丝，这场对决可以说是神奇宝贝里最经典的一场对决了。编剧为了能更好的刻画出这场对决，足足花了2集的时间，这在以往的神奇宝贝里是从来没有过的，精彩程度自然不用多说。而且小智在这场对决中用了很多特殊的招式，这可以说非常让人惊喜了，但是在以后的神奇宝贝剧情中却再也没有用过了。另外烈焰火最后的大招贼帅，小智在这场战斗中的胜利彻底洗刷了过去所有输给真丝的耻辱，小智也因此第一次进入了4强。其实小智最后输给神兽男也并不是什么屈辱的事情，毕竟好歹干掉了对方2只神兽啊，那个神奥联盟的亚军连一只恶魔神都没干掉呢。第5场，小智打败祥太，成为卡洛斯联盟的亚军。祥太一直很憧憬着小智，也非常想超越小智，所以这场对决也是非常有看头的。最后的较量自然就是甲贺忍蛙对战 Mega 蜥蜴王了。在属性上，甲贺忍蛙可是压倒性的不利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小智与甲贺忍蛙之间的羁绊进化实在太厉害了，祥太自然输掉了比赛。输掉比赛后，祥太大哭了一场，看到这我都有点心疼他了呢。那么你们心中小智最辉煌的战役是哪一场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，咱们下期见。